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粉丝群里的小伙伴说想看我做布里欧修吐司，我答应好久了，那今天就来还债啦。既然是还债，肯定得搭点利息啊，所以今天我决定一口气做10款不同造型的布里欧修面包。布里欧修是法国面包的经典之一，因为里面加了大量的鸡蛋和黄油，所以在过去它被看作是一种特别名贵的糕点。今天我做的配方属于一个特别好上手、不会失败的配方。考虑到现在大家对糖油的恐惧，只用了30%的黄油量，这个黄油量真的不能再减了，再减就不是布里欧修了。揉面跟我们平时做面包揉面基本没有太大差别，有2点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先水和再揉面，因为揉面的时间越久，黄油的香气越淡。如果想面包有浓郁的黄油香，一个是黄油量不能太少，另外就是揉面的时间不能太久。第2点就是面温一定要控制在24度左右，最好不要超过24度，因为面团里油量大嘛，温度太高油脂会流失，也会失去香味儿。因为要给大家多展示点造型，所以我这个配方量比较大。视频的结尾还会再给大家一个布里欧修吐司的配方。面团发酵完成后分割滚圆松弛，滚圆后的面团可以放到冰箱冷冻，1周之内哪天做都可以。你可以今天整2个造型，明天再整俩，或者今天上午整俩，下午整俩，这样很方便，也不会手忙脚乱。具体每个造型分多少克，大家看这个表就行。冷冻后的面团回温到16度就可以整形了，而且除了吐司，其他造型在整形之前都建议冷冻一下再整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样子好看些，也不会歪七扭八的。布里欧修吐司的整形非常简单，就是8个60到65克的面团再次排气滚圆，然后放入450克吐司模具里发酵就行了。布里欧修面团的最后发酵都尽量不要超过28度，温度太高黄油会流失。第2个做的就是圣特罗佩塔，这个面团就是冻过的面团，很冰，先滚圆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擀成和模具一样大的圆饼状就行了。在法国，布里欧修被看作是一种糕点，所以它也会做成蛋糕的样子。圣特罗佩是位于法国南部海岸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塔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面包店发明的。放在模具里盖好28度发酵就可以了。第3个做的是皇冠面包，这个造型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强烈建议你们试试，尤其是最后烘烤的时候，看它在烤箱里膨胀，有一个小尖角立起来，真的跟皇冠差不多哎。这个造型如果想整形好看，一定要提前把面团冰过，也是先擀成圆饼状，厚度1厘米左右。然后用擀面杖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再用手把这个洞扩大一点，然后就这样从洞的里边把面团一层一层的往外折叠，最后给它整成像甜甜圈一样的造型就可以了。如果把它擀开以后它很软了，那就再冷冻个10分钟再来折叠，因为面团软的时候形儿就比较塌，整形后就不会那么圆那么规整，所以要想好看，面团的温度一定要低。最后把接缝处捏紧，然后再翻过来放在烤盘里就好了。放在烤盘里以后，再给它稍微压一压，压扁一点点，就这样28度发酵。第4个做一个一股辫的造型，先给面团拍扁，然后翻面，上下对折，然后再对折一下，把底边压紧，再给它搓长，搓到50厘米长。这个一股辫的方法是这样编的，先摆一个6，然后再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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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再这样，学会了吧？蒸好以后放在烤盘里发酵就可以了。第5个来做一个甜心水果塔，还是把面团先拍扁，然后擀成1厘米厚的圆饼状，放在4寸的汉堡模具里，底部要按一按，让面团和模具贴合好，然后在底部用剪刀剪个10字，这样发酵的时候底部就不会鼓起来了。再挤上卡士达酱，或者挤卡士达甜心奶酪酱也可以，这2种酱在上一期的酱料合集里都有介绍，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。第6个来做一个布里欧瑞士，把面团擀开，擀成长方形，尽量长一点，然后翻面抹上卡士达酱，再放一些巧克力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组合真的非常好吃，我感觉它不像在吃面包，就像在吃糕点。把不规则的边切掉，再切成条就行了，摆在烤盘上发酵就好了，还是28度发酵。2个边角料我就给它拧吧拧吧放在一起了。第7个做的是红茶马卡龙，把面团先滚圆，底部捏紧一下，然后再给它拍扁。拍扁以后，它就是中间有一点鼓，然后4边有一点薄这样的状态。放到4寸的汉堡模具里发酵就可以了。第8款来做一个布里欧肉桂卷，还是给它擀开，擀成长方形，然后抹上肉桂酱，再放上你喜欢的坚果和果干，给它卷起来就好了。
肉桂酱的配方在这里，做法就是软化的黄油加糖拌匀，然后再加蛋液拌匀，再加肉桂粉拌匀就好了。卷起来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冻个20分钟再来切它。因为我这个做的比较小，所以只能这样给它放在一个小方形的纸托里。第9款面包是休格，先给它擀成椭圆形，然后卷起来，卷起来以后再给它擀长。这个面团为什么要卷2遍呢？因为它应该是卷1遍的，但是卷完以后是细长的，像香蕉，不好看。这个造型还是胖胖的好看，所以再卷1遍它就变胖了。然后再给它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整成小小的胖胖的橄榄形。这样是不是看着很可爱？最后一个是修女面包，我看也有人叫它僧侣面包，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觉得还是叫修女面包好听一些。把一个50克的面团给它分成8克和42克，42克的面团给它先按扁，然后在中间掏一个洞，再把这个洞扩大一点点，不需要特别大，跟你的大拇哥一样粗就可以了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8克的面团给它搓成水滴状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把头插进去就好了。底下这个小揪揪给它贴住，放在蛋挞模具里。其实它应该是用一种带裙边的蛋挞模具，但是我不想买，所以就凑合用这个了。面团整形发酵完成就可以放入烤箱里烤了。这4款是只刷全蛋液的。吐司和圣特罗佩塔是刷全蛋液，然后再撒一些珍珠糖。休格和皇冠是先刷全蛋液，然后再用剪刀给它剪成齿状，再撒珍珠糖。红茶马卡龙发好，要在表面挤一个马卡龙的酱，做法也很简单的，就是蛋白加糖粉打发，然后加入杏仁粉打匀就好了。挤完这个酱以后，在表面筛2次糖粉，就可以放入烤箱里烤了。肉桂卷就是在表面只刷全蛋液就好。面包集体出炉啦！看着这一个个造型各异的香喷喷的布里欧修出炉，真的太有成就感了。圣特罗佩塔吃的时候，中间还要再挤一些酱，把面包从中间切开。卡士达酱和软化的黄油放在一起搅打均匀，这个就是穆斯林奶油。上一期酱料合集里，其实我也想介绍这个酱来着，不过没有参考，刚好这期给补上了。把这个穆斯林奶油挤在面包上，如果不想挤这个穆斯林奶油的话，也可以用外焦官酱。外焦官酱在上一期酱料合集里也有介绍，因为外焦官酱里还要加吉利丁片，我觉得做起来麻烦，所以觉得做这个省事儿。再扣上另一片面包就完成啦。甜心水果塔在上面放上新鲜的水果就完成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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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包盛宴开始。每一款都特别好吃，浓浓的黄油香，松软的面包体，精致的造型，还有别忘了给我点赞。吐司浅色是190烤的，深色是200烤的，不过建议是烤的焦一点，这样它吃起来才是外脆内软。看这个吐司特别的软。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还想看我做什么，请大方的告诉我。人的潜能是无限的，不能完成的我也会努力尝试，不辜负精彩的人生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哦。